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往豆腐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没想到出锅以后那么好吃。这个做法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吃过，做法简单又好吃，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。首先我们准备2块嫩豆腐，老豆腐里面的水分含量少，口感比较干硬，适合煎或者炒。嫩豆腐呢含水量高，口感嫩滑细腻，更适合今天的这道美食。现在我们来把豆腐切一切，先平刀切，再改刀切长条，最后呢我们切成小方块。切好装入一个大碗里边。这时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热水，我们把豆腐泡一泡，搅拌均匀，使食盐溶解开，用淡盐水浸泡豆腐。大豆蛋白在盐水的作用下变性沉淀，既可去除豆腥味，还可增加豆腐的韧性，更可保持豆腐口感滑嫩哦。先把豆腐放在一边浸泡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个土鸡蛋，把鸡蛋打入碗中，跟着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，再加入1勺白醋去腥增香。接着用筷子把鸡蛋搅匀搅散。我们这个鸡蛋液要搅得稍微嫩一点，所以在搅拌的时候要挑起来搅，搅到蛋黄和蛋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挑起来就可以了。跟着我们往蛋液中呢加入1半多的温水，蛋液与温水的比例呢为1比1.5，一定要用温水加入蛋液中，不能直接用冷水。为什么要用温水调鸡蛋液？很多人第一步就放冷水，导致鸡蛋液出现结块现象，蒸出来的鸡蛋羹也比较老，这就是技巧性问题，一定要注意。而温水加入蛋液就可避免这种情况。现在我们再用密集一些的漏勺过滤一次，滤出搅打形成的气泡和搅打不开的部分蛋清，保证蛋羹煮至细腻光滑，这样挑不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时豆腐呢已经泡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豆腐捞出来控干水分，再次放回大碗中。跟着呢我们把鸡蛋液倒入豆腐中，用筷子轻轻地搅拌，使豆腐和蛋液均匀的融合。然后再把它放进蒸锅里面，在上面扣上一个盘子，防止水蒸气滴落，再盖上盖子，用大火烧开。水开之后大火蒸10分钟。接着准备一个胡萝卜，用削皮器削去外皮，然后将胡萝卜的头尾去掉不要，把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最后切成碎丁。切得越碎，小孩子和老人呢更容易咀嚼消化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小段的黄瓜，先将它切成薄片，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在盘中备用。跟着准备2朵香菇，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小碎丁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小段红椒，
把它切成条，再切成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，给它切成片。再改刀剁成蒜末，蒜末我们一定要剁细一些。全部剁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再来几根洗干净的小葱，先把葱白切下来，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和姜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剩下的葱叶也将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5毛钱的鸡胸肉，先将鸡胸肉切成薄片。鸡胸肉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蛋白质来源，富含维生素 B6、B12 和钙质等多种营养物，而且鸡胸肉的热量比脂肪含量更高的肉类要低，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食选择。切完片之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小丁。最后再剁成肉末。剁好之后装在小盘中备用。准备花生，朋友们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先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间豆腐蒸的差不多了，关火后焖2分钟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加入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我们放入葱姜蒜爆香，煸出香味后，这时我们把鸡胸肉放进来，继续煸炒，把鸡胸肉炒至变色。这时我们就可以把胡萝卜、黄瓜和香菇放进来了，红椒也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将里面所有的食材都炒出香味。炒好以后，我们来调味，加入适量的食盐，1点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少许鸡粉，1点点蚝油，多一点的生抽提味，大火快速翻炒入味。然后呢，加上1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炒至汤汁浓稠，哇，太香了！这个程度呢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鸡蛋豆腐也蒸好了，把上面的盘子拿掉，然后小心的将它端出来。这样蒸出来的鸡蛋豆腐非常的嫩，快速的用小刀把鸡蛋豆腐羹化开，化成格子状。这样做料汁可以进入里边，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锅里的料汁用铲子舀出来，均匀地淋在鸡蛋上面。放点葱花点缀一下，哇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豆腐羹就做好了。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，用这种方法蒸出来的鸡蛋豆腐羹非常的嫩。我们舀一勺看一下，真的是像果冻一样，比水豆腐还要嫩，看着就流口水。而且我们在鸡蛋里加入了豆制品，还有鸡胸肉和各种蔬菜，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。而且做法上呢也没有什么困难，非常简单哦，新手小白呢也能做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
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